天是2024年5月22号，是我们的第100场的那个就是讲座的那个纪录片即将发行的哈。那我们很高兴、很荣幸的这部分是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真的太厉害，真的很厉害，我心中超级的偶像，我们的吕庆荣大使，我发现了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哈，他很多的正向思维。就是会让大家觉得他实在是太厉害，有非常有趣的很多的一些他的观点。那这一些，我想我迫不及待的很想要赶快介绍给大家。那我们直接把时间交给吕庆荣大使，大使好，欢迎你喽。好，谢谢大家今天拨空拨冗来分享今天的报告。先讲好，我没有特别的地方，我跟大家都一样晚上睡觉一张床铺就够了。那我的这个饮食生活呢都很单纯，因为一个乡下人那我们没有特别的需求。那特别是因为在一辈子的外交领域工作当中呢，我们有很多地方呢累积起来的经验呢是跟一般的行业不太一样。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们不断有不同的故事可以分享以外，我们对国际间包括国内国际社会，就是世界的我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嘛一些议题或者一些情况或者状况可能会有比较不一样的看法姑且不论这些看法是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但是呢你不妨听一听，因为我一辈子呢都从事外交工作。那特别现在因为俄乌战争，因为以色列跟巴哈马的战争呢，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会完整或者结束的一个迹象。那我们在台湾，我们的很多讯息都是从美国过来的。那美国过来，他们有他们的报道的角度跟考量。那我这边可以提供的呢，大概会不完全一样。这句话讲得很含蓄了大家听懂因为我是从法国那个管道里面得到的，因为专攻法语在又跟法语的渊源呢工作上的这个互动呢蛮密切，所以一直都在用法语即使我退休了毕业以后呢2015年回来台湾结束我的42年的外交生涯以来呢，我几乎天天都在听法国的广播节目。那么他们法国的媒体它有一个叫做最高视听委员会我们的 PowerPoint 可以放着让它走我不会照 PowerPoint 讲那各位伙伴们，今天晚上呢请大家品尝一下另类的听讲其实是看听了看听讲因为我的 PowerPoint 呢多少页我现在不讲那很多就对了你也不用担心你看不完，因为你绝对看不完。我们今天晚上绝对不可能讲完，所以我不会照着 PowerPoint 的页数页码去讲。PowerPoint 放着让它走，每8秒钟跳一场跳一页你能看就看，不能看没关系，晚上不要骂我。为什么呢？因为档案是送给我们童军总会，那么大家有兴趣呢，你上网去看，当然是欢迎大家，而且甚至于期待大家呢，你起码拨一点时间，或者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去看它，从头到尾看一遍，起码你会知道说原来从事外交工作是那么有趣。原来呢，从事这份比较另类的行业呢，是真的可以为我们的国家社会做一些很有趣、很有用，而且甚至于很可以带来正面效益的这个结果。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跟法国这几年来的关系跟以前当然不一样不一样是朝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你如果想了解的话，那你有机会你去听一听或者去看一看，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就是一句话，有为者亦若是。你们绝对可以比我做得更好，因为外交不是我一个人
或者不是从事外交工作的这些人员的工作。外交是属于全民的，各位伙伴不要在意你在哪一个行业里面工作，最重要的呢，等一下你会看到一句话啊，就是尽责任啊是良心的事情。那《易经》里面就有讲这句话，大家仔细去想一想，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团体，如果希望它能够更好的有更好的发展的话，那每一个人善尽一己之责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啊，努力就一定有机会。那现在画面你看到那个是朋友从法国传给我的，他呢是法国的创意，因为要7月26号要办奥运，那他们就把那些动作呢，从这一个这部简单的影片里面看到不同的动作里面，把各项比赛的项目列进去。你刚刚有看到一张这个塞纳河的那个照片，那一张呢，塞纳河呢是全法国第2长的河流，全长780公里，它流过的面积是78000平方公里，是算蛮大的它直接通到海里面去。那前天这个礼拜天了，对不起，今天是礼拜3，礼拜1，对不起，礼拜1呢，新北市的这个叫做永福国小呢，办一个国小模拟联合国会议，那他也办一个记者会，那我们这些资深的这个外交人员呢，去做临场的分享。那因为谈到海洋我们这里讲易经告诉我们尽责任那我们讲说也会讲到这个法国的举办奥运呢，当然法国是第3次举办奥运，1989年是第1次，也是第1次的时候呢，他们盖了这个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各位可能不太清楚，埃菲尔铁塔盖起来以后呢，法国人呢分成2派。哎呀，你们在做什么？塞纳河那么漂亮，你盖这个庞然怪物摆在那个地方，这个算什么？有另外一派的人说，我们很好啊，这个很漂亮啊，你这个那里是空无一物，那我们铁塔摆上去的话，更可以显示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审美观啊，大家吵成一团。法国人最后呢，理性的思维这里要先停一下，等一下回来讲这几句法语的话呢，我不敢说你学了这几句呢，你就可以到法国去，不会丢掉。那起码这几句法语呢，都是生活上会用到的那因为我们没有面对面的，我们就不直接去唱，不直接去教大家。但最后结束的会教大家唱一首歌，朋友们晚安。那现在画面看到呢，这个就是2只老虎的法文版那今天你现在看到的这是巴黎的脚踏车店。我们在台湾有自助脚踏车，这一首歌等一下结束以前我们要唱这个巴黎的脚踏车，自助脚踏车，我们在台湾的自助脚踏车，全世界的自助脚踏车的这个经营的方式是法国人发明的。他们为了要减少都市的交通，减少空气污染那同时呢，要让国民呢能够运动，骑脚踏车是很好的运动，所以呢，他们也冒着说，因为一开始可能骑脚踏车的人呢不守交通规则会出意外，可是你看到出意外的案件呢，在巴黎来讲是越来越少。大家都知道，骑脚踏车的人往往都会认为他最大。可是呢，骑脚踏车是一种很好的公民训练，因为在法国它有脚踏车道，而全世界脚踏车道最长最密集的比例的国家就是在荷兰。我在荷兰待过，因为我这一辈子考进外交部以后，我原来在行政院新闻局联络室专门接待外籍来的访问团、外宾、记者团、摄影队这些，所以呢，台湾的东西南北，包括兰屿、绿岛我都去过
当然去绿岛不是被关起来是去带访便去参观我们的司法对这些所谓的良心犯或者政治犯的关的监狱是长得怎么样的这些呢就让我有机会呢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优点，甚至于我们的缺点在哪里。各位，知己知彼非常重要。我们办外交也一样，我们不管你的年龄层，你跟国际社会人士接触交往互动呢，知己知彼绝对是不可少。那因为现在呢资讯呢是这么发达，所以呢我们跟人家互动提供的资讯呢一定要正确，否则呢人家会对你的信用呢打折扣。那相对的呢，我们会看到你呢技多不压身，你懂得很多的话呢，你不会觉得肩膀很重，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呢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知识呢又是你跟别人沟通的，我们讲说宝库。为什么？因为彼此可以交换，彼此可以相互学习，彼此可以相互成长所以呢我们讲说一个人怎么样是有学问，那当然你一定是有经验，那经验就是别人的这个学问学问才是学问是他人的经验，经验是自己的学问这副对联是我嘉义高中毕业的时候呢，那时候的国文老师叫杨凤威他是这个以前的流亡学生跑到台湾来，跟蒋总统在19年的时候呢，跑到1949年的时候跑到台湾来那时候呢，政府要来安顿这些流亡学生呢，就很多的这些知识分子呢，就到各地去教书。那杨凤伟老师呢，他是北大的学生，他教我们国文。那他知道我们这些学生呢，一方面很调皮，可是一方面呢，大概是天资不错，他教的也蛮喜欢的。最后要毕业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小伙子毕业了，替你们高兴。我给你送你们一副对联。他说：学问是他人的经验，经验才是自己的学问。这句话呢，我永远记在心里，也奉劝各位呢，把它记下来，给你自己，给你的家人，甚至给你的小孩。我们老师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如何成为一个有学问又有经验，就要看你怎么样去学习。我们都同意学习是终身的事情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最重要的是身体要照顾好还有呢，我们刚刚讲过的一大堆的这些资料的话呢，我 PowerPoint 里面都有我们就等一下想到的时候连在一起的时候才来讲。这中間呢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一向都鼓励我们在台湾生活的国人呢，大家要疼惜台湾，要疼惜台湾。为什么？像我们以前穷的有时候连台风都不来的国家呢，现在我们竟然可以排名全世界第21大经济体。在国际贸易方面呢，我们可以呢2023年出口占全球的 1.8%， 排名第16，进口呢占全球的 1.6%， 排名第21，加起来进出口总额呢除以这个总平均是排名第19名。各位，这个非常的不容易。那你现在画面看到的这幅的报道呢，这个呢是一项意外的意外，因为我去办外交，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说会有这一份惊喜这条这个巷子呢是在大巴黎的碧溪圣乔治市，也就是在欧洲迪士尼乐园跟巴黎的地理位置中心，就是圣母院前面的广场有一块铜板，那就计算巴黎到外地的距离的起始点就在那个中间的碧溪圣乔治市。市长呢跟我们互动，我们跟市长互动都很好。他有活动找我去站台，找我去致辞。那他有这个我们讲清洁日，我们去
烟蒂，然后呢，我们去扫地啊、扫街，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慈济基金会呢在那边办活动啊，去发毯子啦、发这些救济品的话，那我们的互动呢非常的好，他们也体认到说，诶，你们在台湾的人真的是啊，第一个人心仁术。因为你们生活无缺，那在法国，各位不要以为法国每个人都是有钱人，他们也有低收入的人。那他们低收入的人呢，起码占法国6400万人口的10%，美国呢大概是16%左右，甚至最高到18%。那全世界都有所谓的弱势族群。那我们在海外啊，包括像慈济基金会呢。就每年到的时候呢，都会办这些所谓的叫做爱心活动。那我虽然是在公部门，在我们代表处，我们跟我们国内的团体互动都很好，所以呢，我都会亲自去参加，拿着那个靶子啊，在捡那些垃圾之类的啊，师长也来跟我们一起参加。各位，这个呢，就是你跟你的住在地的所谓的地方的人员啊。不管它多重要，但是有公开活动的时候，你去参加。我们办外交有一句话叫做"参加才有希望"，所以各位青年的伙伴们，你们要想一想，你以后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机会跟国际社会人士互动。那个时候你跟他互动，你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快乐一点？就是你不要因为我不知道要讲什么话。我跟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互动，所以呢，你自己可能再加上语言的因素呢，你自己会很紧张，会很担忧。其实呢，我要从2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你看到或者碰到没有做的事情，你会紧张，你会心跳加快、口干舌燥、脑筋一片空白，甚至两腿发软。我告诉你，这个完全正常，因为你担心事情没做好。所以你会紧张。换句话说，如果你想一想，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参加考试、参加运动会，老师啊、家长告诉你不要紧张，他只会告诉你不要紧张，安慰你，但没有办法叫你怎么样不要紧张。那我的做法呢很简单，你深呼吸，然后告诉你自己，I would like to try， 我愿意一试。很多事情你不做。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社会进步的动力呢？就从生活的地方呢找到机会。你做了以后呢，你会了就成长。那你因为懂很多的话呢，你就会有刚刚我讲的技多不压身。当然我要先声明我做任何解说、任何分享呢。都要做一个声明，就是我不选总统，不选立法委员，不选台北市长。我的分享纯属外交专业经验的分享，就是分享而已啊，没有任何意图。那么因此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我们现代人，你换灯泡你不一定会，但是我会你要换水管，当然你要深的功夫，换水龙头这些林林总总简单生活的这些，你都会的话呢，你就不会因为看到水龙头灌不起来，或者看到有什么小地方，你气得要命，但你又莫可奈何。那甚至于呢，不久前不是有大地震吗？4月初的时候发生大地震吗？你的门呢，因为地震摇的结果呢打不开，打不开怎么办呢？你又不能把它踹开，所以你要去研究为什么会打不开。哦，原来里面的抽屉被震开了。挡住了门，所以呢，不要挤，轻轻的，慢慢拨，慢慢拨，拿一根这个螺丝起子，慢慢把它摇大开了以后就开了。那换句话说，碰到状况的时候呢，危机处理才重要那个时候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你自己，要先冷静。比如说我们办外交，当有一个传闻来说，我们在外交上面听到哪一个讯息呢，对我们的外交有危险、有影响、有它的危险性存在。那个时候呢，我紧张没有用，我必须先弄清楚这个话、这个传言是从哪里来的，它可信度如何。那这个如果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企业界，
甚至来自他们的政府官员，那我就要想办法透过不同的管道去查证它的真伪。这个时候呢，这个要看你平常有没有去广结善缘。现代的人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善缘就是人际关系，善缘就是让你往前走，事情做得好，生活过得愉快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因为你结了善缘，所以呢，你就可以从跟人家交往的过程当中呢，你看到、你听到、你可以学到。那这些如果内化成为你的经验的话，就会达到我们刚刚讲的杨凤威老师讲的，学问是他人的经验，经验才是自己的学问。你就从这个地方可以解说。那我因为是从事外交工作呢。我是在新闻局3年3个月之后，我去考外交特考。我们那时候考试呢是3试，第一次中文外文第二次呢专业科目，第三次口试，要一关一关的这样考，前前后后呢将近半年，所以那个是一种煎熬，那个呢也是一种考验。那当然，你现在问我要重考的话，我告诉各位，不见得能够考得上。可是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考过了，那个都不重要，因为我已经考过了可是如果要解读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想想原来你该对自己国家的认识的地方有哪一些，你的外语能力沟通的情况又如何？那如果在这个我们讲说临时出题的情形之下，你怎么去回应？就是训练你的反应这一些林林总总呢。都是可以从生活当中去开眼界，可以去体认，可以去学习我们左边的这个影片呢，可以按 Enter， 因为这个有半个钟头，我们不用让它一直跑。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档案，各位伙伴们，如果以后你有空有兴趣，你去看就好了。那个很有趣的一个场景，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法国的精英电视台，叫做 BFM Business。他每一个礼拜呢，只有做1集。那我们那一集呢，他们准备了3个月之后呢，资料全了以后呢，才通知我们去上节目。他们表明希望你们的大使能够来。当然，我们在法国不是大使馆，我们是代表处可是因为我在海地担任过大使，所有大使的头衔他们称呼我们，当然也是称呼大使这个都不重要。那重要的就是说，他找我们去呢。主题是要讲台湾的顶级观光，那这个就很多可以谈了。那里边要谈的细目的主题的话，请你来了再讲。各位伙伴，如果我对我们的国情不了解，那我大概呢，不太敢上去。如果我对语文的表达有障碍的话呢，我大概也不敢上去。但是对我来讲呢，那个是机会。因为法国这么先进的国家，这么重要的国家，我们可以上它的主流电视台，何其难得。那也幸亏我在国内当兵的时候呢，我去在民国61年，1971年，民国60年，我们的交通部观光局成立，所以呢，我去报考他第1届的国际观光导游人员法语组，没想到被我考上了。考过以后呢，要受训3个月，3个礼拜，对不起。那我就跟那位承办先生讲，我希望申请保留。他吓了一跳，他说：“你当兵怎么跑来考？”我说：“对因为我就报名了，所以我就考了。然后这个很难考可是考过你要不受训就没有资格也没有结业证书没有结业证书你以后就不能执业，不能够带领国外来的观光客。”我说我知道可是我是男生当兵应尽的义务能不能想办法他说照规定嘛，是他还没有讲完下去。我说规定，那不请你看看规定有没有这一条说不准申请保留。这个先生呢很好，他看了结果他很高兴，哇，有救了，没有这一条好，既然没有这一条呢，我就破例呢帮你保留。当然我也不敢跟他辩说是破例还是开例不跟我保留然后呢，明年你一定要来不然就取消资格。我说我可以，我明年一定会来。
从此以后呢，这个观光局招考人员呢，他一定有一条叫做男性需服完兵役才能报考，那可是我害的了啊。那不管怎样呢，他的规定啊，让我最后争取到呢，这中间给我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启示，大家不妨参考，就是理直气和，好说话。你去讲理，不要跟人家吵架。吵架能解决问题的话，这世界早就太平了。那我请问你，世界会永远太平吗？不会，因为有利益的冲突。以阿战争、以哈战争到现在为止，都是因为利益的冲突。那这一部分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我们先看看左边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现在在 YouTube 上面点阅的人数已经超过90万了。这是我们在海外的时候啊，因为有机会，我们就去演讲，包括商会，包括大学，甚至于小学，我们都去分享、介绍台湾。那么这一段呢，超级有趣的，就是因为他们颁发西部布列塔尼地区颁发奥斯卡中小企业奥斯卡奖。那因为我们去过商会演讲过，商会的主席副主席也是这个颁奖委员会的主席呢，他说：“这个得奖人都是去过台湾的人，他们商会出钱到台湾做商务考察，结果他们来台湾也都拿到订单。所以这位主席呢说：‘台湾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李大使他也来过我们这里啊，我们应该请他来观礼。’结果他就跟我们经济组长叫赖作松跟他联系。这个赖组长呢，一听到说要参加这种活动呢，他知道这个李大使呢会讲、肯讲、又想讲啊，所以呢就一口答应我带我们大使来啊。结果呢，他就很专业的问说：‘你这个公开颁奖能不能让我们大使讲几句话？’对方说：‘我这个是现场转播哈，转播费很贵，160万人现场在看。我们刚刚看的那段顶级观光是340万人在看。他说我们160万人在看呢，我们现场有1000名的中小企业的这个老板在场。那如果呢，介绍的话会花时间，不过我们会讲说台湾的大使到场。赖组长就跟他讲说，那这样我们不来，我们搭高铁来回要7个钟头、6个半钟头、7个钟头啊，来这听你讲这句我们不来。当然这是谈判的技巧，这是沟通的技巧。那对方说那很可惜啊，是啊，那怎么办呢？不然你要多少时间？我赖组长随口一讲10分钟，太久了，抱歉1分钟不行啊，2分钟啊，最后呢，大家谈好啊，这个3分钟啊。最后呢就这样好敲定，我们就来了，不超过3分钟。等我们到了以后呢，这个主持人看到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握了我手，很高兴。他说：“大使，没有想到你讲话说话，你来了。第二句话是记住啊，不要超过3分钟啊。”结果呢，我上去，他帮我介绍完以后呢，我就开始用布袋戏去演，因为布袋戏藏在背后。然后开始演了以后呢，透过对话，我把我想讲的这些讯息呢，从对话里面讲出来。那到最后呢，当然很高兴，他高兴我也高兴。为什么？我把能讲的，包括我们的双边的经贸，包括我们尊重智慧财产权，包括呢我们的合作呢，永远有无限的空间啊。所以我下来以后呢，就跟市长说，市长跟我说谢谢，我说谢谢，因为我提到市长。感谢市长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告诉我们怎么样促进双边关系。所以呢，市长请我做啊，我也跟市长谢谢。市长说：“等一下，大使，请你不要走。”我就问他：“不要走？通常他留你的话，一定是好事嘛。”然后他接着讲：“我要请你到我办公室来。”我就想到，请我办公室一定要东西送给我，要么是香槟酒，要么就是巧克力。我当然说好。结果呢，他没有想到，他讲说我要请你担任我的都市叫三妈肉拓展观光的代言人。我赶快说喂，好的意思啊。因为如果只是纯真，我开玩笑说，那我就成为三妈肉的林志玲，我们就爬，对不对？那当然啦，这个是他高兴，我也很高兴。那旁边的颁奖委员会主席呢，也是跟我谢谢，因为我们的现场的表现呢，让他们觉得超有趣的，超有用的。然后呢，他说这个
谢谢你来哈。我说我要谢谢你，你要没请我来，那我就没机会介绍台湾。他说对呀，这个就是希望台湾有更多的人知道，各位他有心帮忙台湾。最后呢，主持人下来了我去跟他说谢谢，我说很抱歉超过时间。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们一共花了5分半钟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下次你来的时候呢，早点告诉我，我们2个人一起主持。哇，你会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公众外交，或者可以叫国民外交，我也不反对。那有一个用词叫做 people's diplomacy， 就是公众外交。那么国民外交、公众外交，其实用词不同而已，都是一样。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每一个国人都是行销国家现况，增进跟其他国家关系友谊的这些大使们因为你人员的互动、人员的流动，这个是特别是在80年代全球化以后的一个世界的浪潮。那么全球化，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大家期待原物料的生产、运送、生产、设计，然后呢，这个产销，还有呢售后服务，然后呢再把利润所得去投资研究发展，再开创出新的货品出来，这些是一个循环的系统。那怎么样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台湾一个缺乏天然资源的国家，那我们能够站起来，这个呢会让法国人觉得说，哇，你们台湾真的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各位，1964年我们跟法国断交，因为戴高乐将军要跟中国大陆建交，他没有说要建交，他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蒋中正总统。那这封信呢，我在外交部欧洲司担任科长的时候呢，基于业务的需要呢，我从外交档案里面调出来，我看到了那封信。那时候呢，我当然也不能给他乱拍，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所以呢，里面有一句话我看到，戴高乐将军写：“我要跟一个拥有4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发展关系。”他没有说建交，当时我们也不希望断交。我们希望呢，法国能够两边都维持关系。你跟中国大陆建交，那你也不要跟我断交，因为法国人戴高乐非常尊敬蒋介石，他知道在远东战场里面呢，因为有中国那时候的中华民国就代表代表全中国，有中国战场的这个努力，所以呢，盟军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他对蒋中正很尊重。可是因为基于他的国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们决定要跟中国大陆发展关系。所以左边这张照片呢，凯旋门这张照片呢，你全巴黎这个纪念品店卖的信用卡这个明信片里面，你找不到一张比我这张更漂亮。因为你拍要时空环境背景，还有风向，那个国旗这样飘起来那个角度真的你怎么找都找不到。那现在你看着左边这张照片，请大家帮忙一下，帮我解读这些乌龟怎么爬到天鹅背上去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怎么个讲法不会掉下去。那这张照片呢，是在法国工作期间，我们把台湾的漫画推到法国去出版。那这张照片呢，是出版家，我们努力3年以后呢，游说他出版台湾的第一本漫画，叫做《漫画巴莱》，就是以前魏德胜拍的电影的《赛德克巴莱》的前身。那出版了以后呢，我们到他家里去喝茶。那最后呢，在他的旁边的庭院里面呢，这个看他的菜园的时候呢，旁边有一棵苹果树，那个苹果当然是有机的。猫爬树呢，他从树丛里面出来的时候，我跟他讲，看我不要动，他乖乖被我拍下来。那我的同事崔挑宁现在在这个普罗旺斯办事处里面工作，他说大使，你这张猫拍得很特别，要不要送去参加比赛？我说我不要啦，我来巴黎，因为我喜欢拍照有朋友啦，有侨胞啦，他们建议我去参加摄影展或者办摄影展或参加摄影比赛。我说我才不要呢，我要没参加没事，我一参加一定有人讲说，这个李庆龙在巴黎工作，一天到晚都在拍照
我说我才不要。然后到后来呢，熬不住他的这个坚持啊，我们就送去参展，没想到入围了。入选了以后呢，他摆在他们的市政府呢3个月。那我们的标题呢，我们也老实讲，我们也觉得很安慰。我们讲说法国通明猫说，我当然知道台湾是能力宝岛。各位，这就是置入性行销。那这一些呢，都让伙伴们呢可以理解，我行销台湾，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创意。我们呢，包括呢不同的角度去交朋友，去广结善缘。左边你看到的呢，这个就是4月底5月初在巴黎举办的叫做巴黎发明展。那巴黎发明展，我今天中午才到国立联合大学在苗栗去他们的工业设计系里面去演讲，我每一年都去讲啊。那主要今年是从外交工作经验里面去解读创意。各位，现代的社会创意超级重要，因为你有创意，不光是文创或者是科技的创意，或者新产品，这些在都需要创意。那他们说他们是谁？他们是除我以外的人了，都对我用在巴黎期间用布袋戏在演讲的场合、公开的场合呢去做开场，用法语去演布袋戏，然后呢让法国人也好，或者让我们国人也好，看来都觉得哇，你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我说我是想到，因为代表台湾优质传统文化的布袋戏呢，第一个携带方便，而且绣工非常美。那我如果用不同的语言看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场景去透过对话的话呢，那一定有很好的效果。结果呢，我一次呢试出一个很有具体的这个例子。那是我们的陈希煌老师，就是这个布袋戏的始祖在台湾这个最有名的那个布袋戏名字一下想不起来，就是陈希煌的爸爸李天禄的儿子陈希煌呢到巴黎去表演，在这个叫做世界文化馆里面表演。那在里面表演的时候呢，他们馆长说大使。这个场面呢很重要，因为300多个法国人来观赏那请你到时候呢来支持一下。我说好，我就愿意。结果呢，我一想，既然是布袋戏，所以呢我就先躲到戏棚后面，然后在里面呢，我用2对布袋戏呢演一段，演的内容是什么呢？那时候呢华硕的这个小笔电白白的那个小笔电就是很小心的那个小笔电刚出来，我就跟演一位法国的生意人跟一位台湾的 sales 建议他呢来台湾访问。他说不行啊，我生意很忙啊，我这个不能离开公司。我就劝他说你不用担心，你用华硕新推出的小笔电你呢到台湾去，随时18秒钟就可以上网，随时可以跟你的公司联系。然后他说真的有这么好？结果呢，那一台小的手机，因为手机那不是手机，那个小笔电很小嘛，所以呢用布袋戏小手夹子拿给送给他。然后走到前台来，大家看了吓了一跳，说哈，大使你会演布袋戏其实呢我不会演，但是呢那个场景里面让我想到，如果我们用布袋戏来介绍双边的关系，一定有用。所以呢，我就此后呢就一对布袋戏放在我的特箱里面，有机会我就拿出来。我们不长最多1分钟2分钟最长的一次呢是有一次法国，一共有我在法国第3次担任馆长的时候呢，从2007年到15年6年满65岁要退休，马总统在用特任，所以我有特任大使的头衔。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有机会呢到不同的地方去行销，所以呢，大家会看到说，你们台湾除了你们的科技，我们的科技，我们的资讯业，全球都是知道即使我还在法国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台湾的 ICT 超级厉害。那现在当然更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对全世界的高阶晶片96%以上台湾供应。
60%属于一般性的这些位阶的晶片呢，是由台湾供应啊。这些呢，都让全世界对台湾刮目相看。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勇于敲门，只要有机会呢，我们就去敲门。各位，你看到这个就是刚刚我讲过的那个中小企业奥斯卡颁奖典礼，我们把双边大家关切的经济贸易这些通通秀出来特别是我们尊重法国发明的双镜头技术，这一点对法国人来讲，他们觉得哇，你们台湾真的不一样跟哪里不一样我就不讲，你也知道跟哪里不一样也是因此呢，法国特别是在这个新冠肺炎之后呢，看到我们对抗新冠肺炎的表现，还有呢我们在整体公共卫生的这个水准，他们看了会觉得说哇，你们真的是走出你们自己的路来。这也就是西方国家，尤其像法国可以作为代表。他们一方面是同情弱者没有错，可是呢，他们更尊重强者，因为台湾在位处的地理环境，还有全世界国际环境当中独一无二很困难的一次。你们呢，非但没有被打败，你们呢，在面对的贫穷，1950年代，我们的国民平均所得150块美元，一年一个人我们去年可以到32000美元，各位，这个不是奇迹。法国人尊重强者，当然他同情弱的，跟我们一样。所以你会看到法国人在援助外面我们这个英文叫做 ODA， 叫做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这是政府编列的预算来援助世界其他发展情形比较不好的国家的这个款项。OECD 就是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呢，要求先进国家每年最少编列 0.7% 的 GDP 作为援外之用。法国现在是 0.56%， 我们台湾是 0.021%， 不多。那起码我们从以前是国际社会的包袱，仰赖外援，到现在我们可以回馈国际社会，我们可以捐赠，我们可以援外各位大家大概不久前都还记得我们因为援助这个乌克兰跟这个捷克呢合作，直接要去援助乌克兰，所以呢，曾经在立法院跟当时的外交部长引发一段的这个事件这个等一下有空我们再来解读。其实我们今天如果在国际社会像乌克兰这个情形，其实你如果去查的话呢，你会看到法国的世界报也罢，或者维基百科也罢，你就要去打世界援助乌克兰的这一栏位里面呢，你只可以发现到台湾捐赠给乌克兰的有哪一些物资，还有哪一些金钱，还有国内的民间团体，包括这个浩德基金会里边呢，能够发动民间的捐款，这一些都会让你觉得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的软性实力呢这一些都是代表之一。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虽然遭遇到很多很大的困难，可是对国际参与这一区块里边呢，我们不畏挑战。特别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国际童军总会中华民国总会呢，多少年来呢都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尊重的背后要解读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中规中矩，我们是一个参与者，忠实的参与者，是有力的贡献者。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国家社会的发展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呢，就是国际童军总会期待全球能够有和平，人民的生活能够有更大的改善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而我们可以有能力去分担去实现。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台湾，我们不要想说我台湾的面积很小，36000平方公里而已，占全世界0.025%。可是你不要泄气，台湾的面积全球排名第137名，后面还有60几个国家面积比台湾好小。
如果你知道我们的人口2390万，占全球0.3%，我告诉各位，我们排名全球第57名。全世界联合国会员国有193个会员国，然后呢，加上一些国家，联合国承认是国家，但不是会员国。还有第三类，像我们在内是国家，联合国也不承认是国家，也不是会员国这些加起来一共有134个国家跟地区。我请问你，今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我们可以有这些亮丽的表现，请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是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了解，我在没有天然资源的情形之下，全球低于24%的可耕地，我竟然可以缔造全世界，成为全世界第21大经济体，这个当然不是奇迹嘛。所以人力素质、国民的竞争力，整体而言，这个叫做国家的竞争力。那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多么期待我们的国人每一个人都是能够独当一面，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好去建构你的竞争力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简单的提过，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没有身体，其他都是零的大家都知道，身体的健康是1，后面你的各项成就才是0。你1没有了，后面的0都没有用。那我们的全民健保又是全世界前5名之内，各位，我们不再讲全世界几个国家，我排名前5名也很厉害，好不好？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健保方面，我们照顾好我们的身体，我们不要去浪费医疗资源。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要浪费。你大概不知道，全世界有超过81%的人口，现在那么最少有3亿6千万的人晚上呢是空着肚子上床睡觉，因为粮食不足。全世界呢有6亿以上的人口呢，他是生活在绝对贫穷的环境之下。绝对贫穷的标准就是每天能够使用的食衣住行娱乐的资源呢低于2.25美元，那个呢就是绝对贫穷。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到要好好的遵节使用，不要浪费？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生活好了，习惯了，我们有小确幸，可是我们要小心，小确幸不用心、不努力的话，不珍惜的话呢，有一天你会国家实力往下沉沦这是一个社会的现象。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国家实力的建构这方面呢，我们一定回到我刚刚讲的《易经》讲的尽责任，每一个人都善尽你的一己的责任。我当学生，我有学生把书念好；那我在社会工作，我分内的工作做好；我有余力，我去做义工、做志工。那比如说我现在我虽然退休了，我可以呢什么事都不做可是呢，我觉得这样呢没有意义。因为我在外交领域工作呢，前后呢42年，有邦交、无邦交、双边、多边，我通通经历过。特别是在多边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这个领域里面呢，驻日那种办事处是我去设的。那我在那里呢前后去支援还有在那里工作呢，一共呢去9次。全外交部为 WHA。世界卫生大会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英文叫 Specialized Agency 之一的世界卫生组织，每年5月的第3个礼拜1开议的世界卫生大会。这个议题呢，到日内瓦去呢，我去的次数最多。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一些更深切的体会，因为我们是在第一线，我们在第一线。目睹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是我要跟各位伙伴们说明，悲情主义无用论。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的总统Zelensky一天到晚要求国际社会帮他忙，你要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不然我没有办法把俄罗斯赶走。好了，我们今天因为资讯都从美国过来的我们也不谈说有些人讲的乌克兰今天打的是代理战争。可是呢，我们如果从法国的媒体、法国的
专家的座谈里边呢，你就可以听到一些专家他们一开始就在质疑Zelensky，你有没有想到，因为俄罗斯早就警告你不要加入北约，你加入欧盟没话讲，经济性的。你加入北约就好比你在隔一条河的旁边，在你的乌克兰境内设立飞弹基地，针对我莫斯科，让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也不会接受。所以呢，早就警告了，这第一个。另外一个呢，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呢，不断的推动去俄罗斯化。所以我们知道啊，乌克兰、俄罗斯、波兰白俄罗斯这一些在12、13世纪的时候呢，都是斯拉夫族的后裔，在元朝的时候呢，也曾经统治过这个地方。那你今天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因为经济文化各种不同引申出来的结果，历史的恩怨呢，结果呢，你会看到为什么斯拉夫人被形容为做一个战斗的民族，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很困难，零下40几度、30几度冬天了哈，所以呢，掠夺是他们追求保存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所以他掠夺，他认为我没有我去抢，这有什么不对的？因为我是为我自己。好了，那这里就回到我们刚刚跟大家提过，办外交，所有的外交争取的都是国家利益。今天我们在台湾，我们处境特殊，可是我们也要永远的坚持下去，因为我的国家利益是今天在台湾地区发展出来的具有台湾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今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今天在台湾，我们向全世界证明，民主制度可以在华人社会里边发展生存，还有呢，让老百姓呢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是一个无可取代的这个见证。那换句话说，我们要不要永续经营？这个呢，就会让你想到今天的乌克兰，还有现在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因为战争的关系，各位左边这个就是法国《世界报》跟这个维基百科里边的我们援助乌克兰的这些清单了。其实这个只是一小部分而已。那我们要回到我们讲说，今天大家我们有各个不同领域里边，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当然对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来讲，我们冲撞走到今天，我们跌跌撞撞呢发展到今天，这些都不是奇迹。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讲说知己知彼超级重要的道理在这里。你知道我的缺点，因为我人口不是特别多，虽然排名第57，可是我人口不够多的话，内销市场有限，因此我必须继续拓展我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什么地方可以把我的产品行销出去，我就要去敲门，我就要去努力。这个呢，就是造成海岛人民呢要有胸怀世界的这个眼光。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依赖于外贸。那换句话说，如果你的产品的竞争力、你的 CP 值不够的话，人家不会买你的东西。倒过来讲，只要你有不可取代的实力，包括台积电生产的高阶晶片，每一个国家都在意。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去年的这个春节的时候呢，法国总统府呢开放，来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去参加。那有3位台湾的律师在花园里面见了马克龙总统，说明我们是台湾来的。马克龙第一句话说恭喜以外，回复恭喜以外呢，说你们台湾应该想办法带到法国来设立高阶晶片厂。对，台湾的实力就让世界都了解。那当然，我们的台积电会到德国，会到日本，或者呢会到美国。不管什么样的考量，这个呢都见证实力取向。你没有实力，你就没有地位；没有实力就没有影响力。那你的未来只会往下沉沦，因为你不进步，别人进步。我们在法国期间，我们也看到跟当地各界交流的重要性。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福伦社跟台湾一样，
跟在台湾一样它是4大社团，扶轮社、青商会，还有这个同济会，还有一个叫做狮子会，这些都是专注于公民社会发展，包括教育，包括社会福利包括呢这个弱势族群的这个抚慰还有救济，这些都是社会公益的团体。那么我在海地的时候呢，我从1996年呢从巴黎调到海地去，95年的然后我是在调到海地去的时候呢加入的会加入是因为我们在那边一个网球的球伴叫做 Maurice Lafortune 他是财政部长，另外一个是海地以前驻多米尼加驻德国的大使叫 F.A. 德里，后来他也短暂派来台湾，大概不到1年担任大使，现在又到纽约去了。那他们引荐我加入扶轮社，我一看哇，这扶轮社有这么多的活动所以呢，我那时候获准加入，这个要申请才能够加入然后呢，等到我调到法国去的时候，我注意到扶轮社呢，国际扶轮社有一个叫扶轮青年交换计划。高中生的交换台湾的学生可以到法国、到美国、到意大利、墨西哥可以申请的它有一个机制，到对方去住1年1个学年的，到当地去上课了解当地的生活文化，还有结识当地的人脉这样。那因此呢，我特别重视。第1年2007年我第三次去担任馆长呢法国来台湾有17个。我不断的去行销，去介绍台湾，去演讲，包括参加他们的700个人、800个人或者1200个人的那个年会去演讲。对场他们给我1个钟头做专题演讲，用法语直接讲要么就是最短的20分钟的圆桌会议，让我去发表意见。我们这样经营的结果，我2015年回来前3年呢，法国每1年最少来几个，50个。各位伙伴呢，1年来50个，我做10年就500个法国的年轻人新生代认识台湾，台湾怎么会没有希望？倒过来讲，如果我们年轻人不走出去，如果我们在这些外国人来台湾交换留学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获得正确良好的印象的话，他以后不再来了。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青年同学们呢，大家要把握机会，你不用怕，手伸出去。就算你的发音不标准，人家不会笑你，因为别人讲国语的话呢，也没有办法讲得比你更好。所以呢，你要知道你会紧张是正常的因为你怕讲不好，你怕沟通不良。我讲一个我私人的糗事，我的法文是在淡江学的。那有一次呢，我大1、大2在淡水，大3、大4最后一届到台北来上课。那我们在金华街那一部分，有一次呢，我搭乘公车看到一个外国人，我问他说 ：“Do you speak French？” 那个时候呢，应该是下午3点，当然我开玩笑说是不是3点半快到了，他要去跑银行，银行没钱了，他竟然呢很不爽快的说 ：“Why should I speak French？” 我为什么要讲法文？我就笑笑说：“因为我想学。”他说：“哦。”他就没有再生气了。他说：“我不是法国人。”我没有损失，但是呢，让他也了解到说，有一个台湾的校人呢，他竟然想学法，以为我是法国人，也不伤感情嘛，对不对？告诉各位，学习不要害羞，因为你的学习，你的动心起念的是要学，所以你不叫做坏事，你不用怕，你说不定因为这样呢，就交上朋友。这也就造就为什么我们在法国期间，当然你派到法国去，因为那是特种语文，你要不懂当地的语文，你可以去观光旅游，没有错。可是呢，就不会像我们这个懂法语的，在那个地方呢如鱼得水，在水中游的话呢，东西南北，甚至去办事情、去交涉甚至我们为澎湖湾争取到世界最美丽的海湾。我6月1号到5号呢，要到澎湖湾去，因为陈景荣教授
他是很有名的教授，留日的，然后他在法国呢也这个画工作室。那我们办活动啊，好几场次呢都请他的作品，那都是大幅的这个油画。来参展啊，很好的朋友，所以呢，他要带学生，师大美术系的学生有年轻有年长有年中的哈，到澎湖去望安去写生。他说：“哎呀，好朋友李大使，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去。”那好，就陪着你们去，顺便我可以讲故事给你们听。我就想说，我既然要到澎湖去，待5天，那为什么我不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我安排演讲，我就请澎湖的蔡小姐，这个文化局的这个蔡小姐呢，请她帮忙我们呢跟澎科大、跟福伦社，还有跟马公中学，还有到望安国小去，我平均1天讲1场对我来讲呢，这是一个机会。对澎湖人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因为我告诉大家，我们澎湖湾能够加入世界最美丽的海湾不是奇迹，那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澎湖湾真的很美，所以拜托大家要好好的珍惜澎湖湾，我们的净滩、我们的水土保持要做好不要被除名，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因为有国际友人，他们了解台湾，愿意支持台湾，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个福分。那当然有一个关键的就是我们去敲门，我们去结善缘。所以为什么要经过3年的努力才能进去？我先讲好，不是我厉害，我只是认为我该做，我可以做，我可以尝试。所以我们不断的去争取，到最后呢，总算让我们的这个。澎湖湾呢，成为世界现在41个最美丽的海湾之一。这个呢，会让大家更高兴的就是2013年我们加入，我们11年争取，14年加入，然后呢，我们竟然争取到2018年的世界大会呢，到澎湖湾来办。哇，澎湖人超级高兴，他们的陈光复县长，还有陈炳前县长，他们都到法国来过。他们说：“哇，大使，感谢了，我们澎湖从来没有办过国际性的会议，第一次的会议呢，就是在世界最美丽的海湾年会第14届的年会在澎湖湾办。那澎湖湾现在又有花火节，大家都知道，那很有名，是越来越有这个人气。原来澎湖湾1年的观光客人数大概88万、89万，现在已经超过110万。那澎湖湾澎湖的这个县政府啦、人民呢，当然都希望更多的国人到那里去观光旅游。现在要想办法推出在东北季风时间的一个这个观光旅游的这个方式。那换句话说，我们面对困难的环境，我们不要放弃努力，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你不努力，你就不会有机会你不努力，一定没有机会，这是肯定的。倒过来讲，我们从国家的发展里面，我们看到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呢，教育是不可取代的。那这一点的话，我们我特别愿意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1967年，不是，1967年的时候呢，蒋中正总统呢要发展国民义务教育呢，从这个6年延长成为9年，国库需要4亿新台币，政府只有2亿4千万，2亿6千万，欠1亿4千万，所以呢，人家干报告说钱不够，总统说我知道，你去想办法。因此呢，我们跟美国政府开口借钱要办外交，美国政府一听，哇，你借钱要办外交这个你们可以脱困，没有问题，全数借给你，你要多少都借你这一些让我们台湾能够翻身。所以今天台湾要没有教育的话，我们跟我们的邦交国，像海地像欧洲，像非洲，我刚刚讲过的。至少有这个6亿人以上生活在绝对贫穷环境之下，我们就不会有两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珍惜台湾，大家善尽一己之责，大家一起来努力我林林总总这一下子讲了1个钟头好像可以再继续讲下去不过我最好还是停下来，好不好？
我们停下来，然后呢，请各位伙伴们呢，什么问题欢迎你提出来，难得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会呢，先声明，你不要担心把我问倒。那我们照片档案的照片呢，里面照片你可以下载，那个都是免费奉送啊。如果你愿意喜欢保留，没有问题，你公开使用没有问题，注明那是我拍的。那你愿意每一次告诉我一次呢，我就每一次付你1块欧元，感谢你看得起我的照片啊。那刚好左边这一页呢，讲到法国人得到这个那个叫做诺贝尔奖，你就知道法国在什么地方很厉害。我告诉各位，教育，没有教育，没有人才的培养的话，法国今天不可能的科技这么先进，不可能医疗卫生，包括很多的台湾在30年前买的 B 型肝炎疫苗。当然，这一次的新冠肺炎，他们没有办法推出新疫苗，是因为政府在3年来呢删减预算，他们解雇了150位以上的科学家，所以他们做不出来。可是当他的这个主任讲清楚之后呢，老百姓就不再骂了。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法国人民的民主性。他了解真相以后，他就不会乱骂，不会谩骂，不会抹黑，不会要求部长下台。这个呢，就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那我们可以一边互动，那我们那个 PowerPoint 让它跑，这样技术上可以安排嘛？哈，好，我现在就告一段落，来，请各位伙伴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告一段落哈，好。那我们先谢谢大使哈，就是他非常的用心哈，就是一路上他有太多的讯息想要给大家的，所以他用一个就是同步的方式哈，让大家可以看成影片的一个就是的部分呢，同时听他讲，这实在是太丰富了。那我们这个时间点呢哈，就是我们先跟大使合影一张。好，各位伙伴，我们趁这时间点，大家很快速的就是把镜头打开，我们跟大使这边呢来一张合影。各位都可以了吗？好，容我先用单眼相机先拍一张哈，那待会我们截画面。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哦。3、2，好，那我确认一下，好，这是可以的，好，非常好，就我拍一张哦。3、2、1，好，感谢大家，谢谢。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au revoir。这2句呢，如果你学过法语，你就跟我一起唱，不然的话我来唱。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au revoir. Quand on est si bien ensemble, pourquoi on se séparer? Pourquoi on se séparer? 一起来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mes amis, bonsoir. 感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